望故乡，泪两行，短一缕柔肠。尘封过往，铭记昨日伤。天昏暗，夜苍茫，寻一道微光，铸造勋章，将前路照亮。逆风飞翔，野蛮疯长，我来捍卫我的信仰。听往事烟消，恩怨未了，一剑出鞘，地动山摇，怒火燃烧，灵魂咆哮，重返荣耀之上骄这个可真是得选啊！这关可不一样，没那么刚才。可是换我知道此少年有些不寻常，可不晓得如此的不寻常啊！此人修行过？我跟他待过数个时辰，如果连我都没有察觉到他的身体异样，那他一定是像赵四和白山水一样的一代宗师。不过，他身体确实有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阳亢早衰之体啊，武气太旺。那你就安排江离和孙行跟他一起用灵脉修行。师兄，您就不怕花太多的代价白白浪费吗？有这样的资质，即便是阳亢早衰之体，日后也并非不可治愈，总比灵脉落入王后之手要好得多。是啊，这个孩子命不好，这个时候遇到我们，也算是缘分。能给的就多给一些，总比便宜了那个女人强。各位师兄师姐，现在可以带我去拜见各位师长了吗？小师弟，请。还都杵在这儿干什么？师叔，江离，你连洞主交代的事情都忘了吗？啊！哎呀，疏忽了，实在是疏忽了。江离今日奉命带各位师弟师妹去白杨洞经卷洞学习。王上的旨意已经传达，白杨洞已归入青藤剑院，所以今日起，青藤剑院的弟子有资格进入白杨洞经卷洞学习。洞主有交代，丁宁和你们一样，可以进入经卷洞，选择典籍研习，不限内外。到底为什么？经卷洞收录着白杨洞所有的心法口诀，就算是本门弟子，也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学习，才有第一次进入洞中学习的机会。可特立特办。
诺师叔，丁宁师弟，请吧。请。这边。经卷洞内严禁饮食，到餐时自然会有人送食盒到经卷洞外。根据师傅的吩咐，青藤剑院每批进入研习的时间以1日为期限。不过对于丁宁师弟你，时间不限。师兄，我这还有啊，前方所桥所到之处，都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允许方能进入的。大师兄，啊，师弟你说，既然是特例特办，有些时候呢，我想回梧桐落酒铺，因为梧桐落酒铺只有我小姨一个人，略显冷清。我回去呢，也可以帮帮忙。这个换了旁人肯定是不行的。只是师弟，可能我还得找人问一下师傅或者师叔的意见再说。啊，来这边请。师叔，师叔，这经卷洞内的典籍，你们可以任意挑选及研习。至于今后的修行以及个人住所，洞主会视你们近日的表现，做适当的调整以及安排。诺。去吧。第一次啊，是啊，从来没来过。那，师叔，我想每日修行完，可以回梧桐落吗？只有你。洞主说，只有你特例特办，但还是要看你的修行境界，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资格。哎，师叔，您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修行的足够快，我就可以回梧桐落呗？谢谢师叔。哎，小师弟，师兄，方才不是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要请示一下师傅再说。啊，不过也好，你已经亲自跟师叔说过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弟，这经卷洞内有许多真元绝法，很多真元绝法威力甚大，各有特色。不过归根结底啊，还是要看适不适合你自身。所以小师弟，你一定要谨慎斟酌。谢师兄提点。不客气，请吧。这丁宁到底是何许人物，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挑战白杨洞的规矩？
你一开始进行年轮流时盘测试的时候，5颗珠子里取错了1颗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只是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肯定能通过入门测试，而且接下来血洞主竟然给你开这样的特例，让你进入经卷洞挑选典籍也不给任何的意见。你该不会是血洞主的私生子吧？南宫大小姐，你的联想是不是也太丰富了点儿？像你这样的人，以后特别适合去监天司查案呢。难道真的只是靠天赋？可以你这样的天赋，完全可以进入更好的宗门啊！这样的疑虑，也许不止他一人。我必须要打消所有疑虑。修行不是每个人都能想的事情。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有能成为修行者的潜质，因为我的身体有很大的问题。直到有一日，王太虚告诉我，如果我能够进入名山剑宗，便能够修得解决我身体问题的功法。你的身体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？我是武气过旺的早衰之体，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，我一旦开始修行，便会很快死掉。死掉？有多快啊？可能，也许活不过30岁吧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哇，那血洞主他……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血洞主的私生子。他之所以对我破例，是因为觉得可能我怎么修炼都不会有什么作用吧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说不定是想看我的判断，因为修行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。也许我能找到什么适合我自己的功法，就可以让我多活几年。有些人修行是为了更多的荣华，而有些人修行，则是因为修行便是他们的命。丁宁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功法？不知道这本伪装成普通功法的《斩三尸无我本命元神经》是怎么躺在白羊洞的经卷洞里的，但这门功法极其强大，修行起来一定会很快。而且可以肯定，整个经卷洞都不可能有比这更强的功法。野火剑经？难道你挑来挑去，最终就选择这样2本典籍？你该不会就真的选这2本典籍吧？是啊。你到底对修行了解多少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？你根本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典籍。你知不知道，灵元大道真解只不过是粗浅的真元修行功法，并没有特别可取之处。
而且这门功法还是来源于烈地。身为恒人修炼此法，不但得不到什么特别的好处，还会引起很多大人物的不喜。至于这野火剑经，是一门威力不大，然而却特别复杂难练的剑诀。不仅是剑势难学，真气或是真元的配合也都分外的复杂。我们青藤剑院也有这门剑诀，但是我的所有师兄师姐们，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挑选这门剑诀修行。你的意思是，我选的这门功法和这门剑诀配合起来，效果会很差？不是很差，是差到不能再差。既然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在这里研习不限时间，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再好好看看每本典籍里的内容？你应该知道，不是所有白杨洞弟子都有一开始就进入经卷洞挑选典籍的机会，你的起点就比他们高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？可是，我选择哪本典籍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确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跟着你，看你挑选什么典籍，也只是因为我的好奇心。下午我生气，也只是因为想看到一场精彩的大戏，但看到了不搭调的拙劣表演，让我太过失望。该怎么修炼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。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不过不同的典籍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。我很肯定，这2本典籍非常适合我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还是抓紧时间去找你所需要的东西吧，不要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我的身上。那少年选定了修行的典籍和剑诀，他选了什么？灵元大道真解和野火剑经。竟然如此的牛头不对马嘴啊！是啊。
师兄，师兄，丁宁打开气海，已经进入第一境通玄下品了。半日通玄，怪物。老家让一下。小师弟，你果真已经打开气海了？这不可能，半日通玄，在传闻里，从元武初年到现在，便只有灵虚剑门的安抱石和岷山剑宗的净琉璃那2个怪物做到过。就连剑池风休木都是花了数十日才通玄的。我们之中最快的人，都足足用了7个月的时间。从挑选典籍到开始参悟，到打开气海，小师弟你仅用了半日的时间，都已经过了半日了。怎么会这么快啊？这也太快了！我得回梧桐落。哎，小师弟，如果你真的已经通玄，已经打开气海，你知不知道一般的修行者到这一步要花多久的时日啊？我本来就比普通人的寿元要短，因此我得更快一些。所以你选择灵元大道真解这样的功法，是因为这样的功法对你而言最简单、最容易理解，可以让你修行破境的速度很快。你果然和岷山剑宗还有灵虚剑门的那些人一样，也是真正的怪物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饿，我先出去吃口东西啊。从一开始我就不该怀疑你的能力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修行遇到了什么问题？你想帮我？每个人的修行都不一样，只能说给你一些我的看法，而至于能不能帮助到你，谁知道呢？我的感悟有问题。是对天地元气的感悟有问题吗？你是根本感觉不到天地元气的存在，还是感觉不到天地元气的区别，只是混沌的一团？我能感觉到天地元气的存在，也能感觉到每一股天地元气是不同的。然而在我的感知里，好像每一股天地元气都很抗拒我，感觉每一股天地元气都和我不亲近。这2本笔记，上面记载了一些独到的见解。你慢慢看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师叔，跟我来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有些事情比吃饭还重要。什么事啊，师叔？啊？这里便是你日后修行的场所。你不一定要像其他学生一样每日按时听课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遇到任何疑问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或者江离。师叔，进去看了再说吧。这是传说中的灵脉，从灵脉中沁出的灵气，可以伴着修行者的吐纳进入修行者的身体，有很大的补益作用，可以大大增快修行的境界。这就是灵脉。可是这灵脉跟传说中的不一样，它怎么那么小呢？师叔。
我们白杨洞之所以并入青藤剑院，是因为得罪了王后。怎么得罪的？因为王后她想用我们的灵脉种上一株灵莲，借以炼制一种破境的丹药。只是洞主他不乐意成全，因为这种灵莲会大量的吸取灵脉的灵气，致使灵脉最终枯竭。所以在意识到他有这样的意图之后，师父便将灵脉分成了3小股。这是一种自我的破坏，让每一股灵脉都没有办法维持那灵莲的生长。你说的很对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白杨洞弟子只做我们认为对的和公正的事情。这灵脉虽小，但起码还能给我们弟子派上用场。师叔，我想回家。我知道你修行很快，不过你认为在梧桐落那种地方会比坐在灵脉上修行更好吗？我明白，可是我白日可以在这里修行，晚上我回去才睡得踏实。哼！师叔，师叔，不反对就是默许了啊！这2本随笔的主人，在对待天地元气的态度上都很卑微。天地元气，苍茫云雨，高入9天，绵延落地，汇聚成川，终流经此处。这池塘中浅浅的一汪水，并非汲取而来，而是天地的赐予。竟然可以接纳天地元气了。丁宁怎么会知道那2本书可以帮我冲破真元境？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白杨洞既已归了我青藤剑院，我们的弟子去白杨经卷洞学习，本就理所应当。薛望虚这个老狐狸竟然说，既然2宗合一，他们的弟子便也能参加我们的祭剑试炼。哼！薛望虚提出这个请求，肯定是看上了这一次祭剑试炼的奖励，是青之玉魄。那师尊，您会同意他的请求吗？我当然会同意。我若是不同意，我又怎能图他的灵脉？
灵脉。你去替我向薛望须回话，告诉他的请求我允了，但是白杨洞那3股灵脉，自也应当归青藤和白杨共用，唯有资格者用之。到时候，把它作为祭剑试炼的奖励，给祭剑试炼的胜出者用吧。如今的白杨洞，只有江离和孙行2个人，不可小觑。他们无论从年纪到入门的时间，都非常符合这次祭剑试炼的标准。既然担心我们内弟子不能对付，便想个办法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人。弟子明白。大师兄，你有资格进入白杨草庐修行，我并没有意见。但是丁宁才入门1日，他是什么心性人品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是啊，也对啊。这样，岂不是太草率了？这是师父已然决定的事。师弟，师父将你放在3人之中，所以你已然获得了在灵脉修行的资格，又何必在意其他的人选？毕竟，大师兄说的对，你也只能通过1条灵脉修行，不是？大师兄，这不是用几条灵脉修行的问题，你也应该知道，用灵脉修行是我们白杨洞的最高奖赏。如若这样随手便赐给了一个刚入门的弟子，若是他日后心术不正，修成大逆，岂不是让所有人都心寒？二师兄说的对，现在在讨论灵脉分配给谁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师叔，青藤剑院的狄院长已经下文，我们白杨洞的弟子同样可以参加祭剑试炼，最终的胜出者可以得到青之玉魄。但我们白杨洞的3股灵脉，同样也是最终胜出者的奖励。洞主已经说了，如果你们心中还抱有什么怨气，或者不想让白杨洞失去什么的话，就凭你们手中的剑，拿回来。自然要听他们的时候，肯定拿回来，肯定拿回来。一定行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吵了，抓紧时间回去修炼吧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小姨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我想你了啊。白杨洞这么大一个门派，连饭都吃不饱吗？我是专门为了回来看你，路上连饭都没有吃。你第1日入门，他们怎么会让你回来呢？我都已经解决好了，白杨洞洞主答应我，随时可以回来。看你。师叔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昨日才告诉我可以利用那条灵脉修行，这才过了1晚上，您就告诉我这条灵脉属于祭剑试炼的胜者，这变化也太快了吧！至少，
离祭剑试炼还有一段时间，这条灵脉依旧是属于你的。如果嫌时间变化太快，你昨日就该听我的，抓紧一切时间利用灵脉修行，而不是把大把的时光浪费在路上。我在路上其实也没闲着呀，我有研习野火剑经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了解了野火剑经的一些内容？是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练给我看看。好啊。看来，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修炼方法。不过，从今日起，如果你想出这个山门的话，我会给你派一辆更快的马车。谢过师叔。白杨洞终于有希望了。丁年，看你天赋异禀，并如此刻苦，我决定把当年那人的挚友的墨花残剑赠予你。此剑与你十分契合，希望你日后勤加练习，早日成为我白杨洞的骄傲。剑和修行功法是一样的，最重要的是适合。你既然在研习野火剑经，那，你便需要这柄剑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适合，也可以不用。谢谢师叔。赠剑的人是洞主，要谢，去谢他吧。此剑名为墨花，每一剑都像是他所能刺出的最后一剑，每一剑都像是他最终的末路，每一朵剑花都像是看不到明日的花朵，的确是像极了现在的我。我辈喜学剑，10年居寒潭。一朝斩长江，碧水赤3月。
数城见铸就，千车却难阻。逃去变姓名，山中餐风露。你来了，有人想买你手上的那个秘密，你开个价。好啊，这于氏的规矩我懂，但是这次必须破例。我要知道买家是谁。赵四。列国都覆灭10年了，凭着几把残剑，他还想掀起什么风浪？反正你也不在乎，何不成全他？毕竟这传说中，孤山剑藏里可是有能覆灭一国的神兵，连恒王都在找他。你可知道，此消息一出，不知又有多少王朝会因此覆灭？我只是个撮合买卖的中间人，江湖之事我并不想过问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无声回顾，英雄皆入喉，傲视天下，横跨春秋，一杯英雄酒。一世轮回，不负不悔，旧人难再归。回首江湖，发已衰败，不奢求。